上周，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将福岛核电站的废水排入太平洋，这一方案将于月底的内阁会议上最终敲定。其实，之前就有各国媒体表示，日本在偷偷地向太平洋排核废水。去年，加拿大西海岸三文鱼检测出来自福岛的放射性元素铯134。还有韩国 SBS 电视台报道，福岛周边6个近海县市约128万吨可能受核污染的海水被注入韩日往来船只的简窑水舱，并在到达韩国海域后排出。而这次日本是彻底不要脸了，面对如此不当人的日本人，外务省的经费也不好使了。欧美各大媒体罕见地发表了文章表示批评。2011年，日本发生惨烈的东日本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让临海的县镇遭受巨大冲击，仅宫城县一县就死亡11000人。而除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外，最大的危机是当时被地震和海啸摧毁的福岛核电站。核电站事故发生后，需要不断加水来冷却核反应堆，防止燃料棒因温度过高而爆炸，造成重大核泄漏风险。这些往反应堆里注入的水受到反应堆的直接污染，就成了核污染水。9年来，这些危险的核废水无处处理，于是东电在核电站周围建造了大量的储水罐，专门用于储存核污染废水。现在的航拍图可以看到，福岛核电站周围建满了密密麻麻的椭圆形罐子，这些都是用来储蓄核废水的储水罐。2019年9月10日，日本环境大臣原田一昭在他就任的最后一天突然站出来说，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事实是这样吗？东京电力公司在日本媒体上说，此前蓄积的核废水已达到120多万吨。由于地皮限制，现在东电可以新建储存罐的最大储量为137万吨。东电估算，现在每天新增140吨核废水，到2022年9月将达到储存罐上限的137万吨。注意，这是在地皮制约的前提下。那么为什么不增加地皮呢？按照东电估算的每天产生140吨核废水，东电只要将存放核废水的地皮扩大1倍，完全可以支撑50年以上。其实，日本政府曾经提出过5个可行方案，比如电解、蒸发、埋入地下等等。这些方案要么是完全没有意义，比如蒸发会直接污染大气，要么是具有危险性，比如埋入地下可能会污染地下水源，要么就是成本高，但绝对不是除了直接排入大海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日本本可以妥善地处理核废水，根本不用祸害全球，但是日本政府选择了最省钱的做法，让全人类为他们的过失买单。提到核电站事故，人们总是能想到切尔诺贝利。诚然，当时的切尔诺贝利可以称得上是人祸。按照当时的安全规定，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总计211个控制棒至少应保留30个，而当时的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安全规章，只保留了6个控制棒，才酿成了这起重大悲剧。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苏联倾尽全力进行了救援，在近2年的时间内，总计有60万苏联人被征召，包括数千种职业与岗位。苏联红军飞行员不顾辐射的危险，开着直升机把沙土运送到反应堆的上空，倾泻到核设施上。面对核电站屋顶上的核废料，将军亲自带队上去清理。为了控制住核污染，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即使如此，切尔诺贝利依然被全世界指着鼻子骂了几十年。尽管苏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承担了所有责任，没有让核泄漏继续扩散，但他们依旧被骂了几十年。哪怕已经解体了，不存在了，美国还要拍个电视剧编个诗。今年年初，疫情在我国开始蔓延的时候，国外媒体的报道依然是用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这种标题，可见切尔诺贝利在这么多年的笔墨渲染之下，成为了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符号。确实，福岛的核电站事故是由于天灾，也就是地震海啸所引起的。但是，日本在福岛核泄漏中的不作为，可以称得上让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苏联形象前所未有的光辉伟岸。2011年3月11日，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到4号机组受损，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1到3号机组出现堆芯融化。堆芯融化是指核反应堆温度过高，造成燃料棒融化并发生破损事故，是核电站可能发生的事故中最为严重的事态。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内部标准，堆芯损伤比例超过 5% 即为堆芯融化。
但在事故初期，东京电力公司为了不遭受财产损失，一度瞒报堆芯融化事态，称只是较低一级的堆芯损伤，直到2011年5月才正式承认堆芯融化。2011年5月底，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专家调查团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进行调查后出具的报告指出，一至3号机组燃料棒熔毁后坠落，一部分可能已通过压力容器上的漏洞堆积在了安全壳的底部，发生了熔穿。事故发生后，东电在撤离工作人员时留下了50名紧急维修作业者，随后人数增加到了180人。到了3月18日，也仅仅只有580人参与到了抢险作业中。随后，东电在各地积极招募工作人员，用高价、黑帮等等手段，甚至将一群老年社会边缘人都送了上去，完全不在乎这些人员的学历资质情况。注意，在这个时候，东电一直没有承认堆芯融化，也就是说，这些抢险人员对他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几乎是一无所知。自卫队则完全不愿意前去抢修。当美军都看不下去，派了直升机过去时，到了福岛核电站边缘，发现辐射太大，转身就离开了。而对国民也仅仅是让他们少出门，多吃点片。核泄漏已经发生9年了，原本是5级污染，由于日本的精妙操作，活生生被提到了7级。是大臣，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又是活生生的一出外交部标准应对策略。如此可怕的灾难，如此不负责任的处理态度，眼睁睁看着星堆不断熔毁，眼睁睁看着土壤、地下水系不断被辐射微染，福岛的农产品还继续外售，到今天全世界也没见有多少人指着日本鼻子骂的，感觉这个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日本人自己拍了个福岛5次死事，煽情了一大圈之后，居然将一切罪责归到了大自然身上。所以说，话语权真的很重要。这场战斗我们绝不能输。如果是我们，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点点错误，他们会口诛笔伐，骂我们反人类。哪怕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了问题，承担了责任，他们都会造谣污蔑，把不属于我们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把谎言写进历史，要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如果是他们做了哪怕是不负责任、十恶不赦、反人类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敷衍搪塞过去。没有人会记住西方和西方的盟友们做过些什么，他们会继续鼓吹日本的工匠精神，鼓吹日本人文明、礼貌、严谨，不给别人添麻烦。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已经忘记了是谁战胜了德国纳粹，忘记了是谁解放了奥斯维辛。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讨论，关注我们，我们将持续解读时事热点。